中国现代4大神秘考古发现3，挖不下去了。三星堆遗址凭什么震惊了考古界？月亮湾里的三星堆。四川广汉县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称为马木河的古河道，北岸的接地形似月牙，叫做月亮湾，南岸原有3个大土堆，故称三星堆。就是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星月之地，演绎出了动人的考古谜案，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而崭新的史前世界。和《鬼吹灯》《盗墓笔记》的开头类似，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天，世代居住在四川广汉县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祖孙3人，在清理水沟时，意外地在沟底挖到了一坑玉石器，有璧、章、葱、串、珠、斧、玉料等300多件。他们深夜取回宝物，自然秘而不鲜。3、4年后，宝物逐渐流传到社会，广汉玉器在古董商手中被炒得炙手可热。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仪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仪提供的线索，1934年春天，由当时的广汉县县长罗宇仓主持，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助理林明军和带领的考古队第一次到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玉石、陶器残片等600多件。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在看到出土器物的照片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广汉发现的器物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解放后，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这一带进行过调查、清理和发掘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三星堆附近建起一个砖厂，每天浓浓的黑烟就冲出高大的烟囱，弥漫在古遗址的上空。轮窑则如饥肠辘辘的汉子，贪婪地吞噬着三星堆的黄土。于是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石器暴露出来，部分取土的断面上文化层清晰可见。这些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1980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广汉县文化馆派人共同进行视觉。由于这次视觉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经研究决定成立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扩大规模继续发掘。1980年11月中旬，由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发掘队伍进驻了三星堆。他们选取三星堆中部一堆的东侧作为发掘区，首先按坐标法将发掘区分为 B、C、D 4个区域，而后从中心基点向四周布了44个5米乘以5米的探方，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等方法测定，距今约4500多年，第2期距今3700多年，约当夏商之际；第3期距今3200年，约当商代中晚期。除了陶、石器等遗物以外，发掘人员还发现了一些遗迹，包括3个灰坑、4座墓葬和18座比较完整的房屋建筑遗址。房屋建筑遗址的发现，着实令发掘队员兴奋了一些时日，毕竟这是四川首次发现4000年左右的建筑群呢。发掘不断获得新进展，这极大地激发了队员们的工作热情。1981年11月第一次发掘结束后，从1982年到1985年，他们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结果，他们在三星堆找到了更晚的文化层，第4期文化遗存，它距今3000年，约相当于商末周初，类似于最早发现的蜀文化的新反水观音遗址。同时，队员们还认识到月亮湾和三星堆乃是同一文化内涵的遗址，其分布面积达10平方千米以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查和发掘，1984年又在三星堆发现了人工夯筑的城墙。1986年3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拉开序幕。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共发掘了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发现了2.5米深的文化层堆积，从中发掘出大量的房屋遗址、众多的陶片、玉石器和漆器等遗物。根据土色土质分析，地层可划分为16层，1至6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至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至50厘米富含水分的淤泥层。
这些文化层的存在成为蜀文化5000年的一个发展标尺。他还告诉我们，西周时期的古蜀国可能遭受过一次特大洪水，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那个有关杜宇的传说。这次洪水是否就是杜宇束手无策的那一次？而自2020年重启，2023年9月结束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已经初步摸清G4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个G4坑。K3、K8发掘工作陆续结束，包括4亿小神兽、1米多长青铜神兽等多种世界之最的神秘文物在内，已出土编号文物15109件，仅完整器4060件。但是，已发掘的面积只占遗址总面积的2%左右。古老的三星堆遗址以丰厚的发掘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来了，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来了，考古界的专家也来了。他们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它是研究古蜀文化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遗址，有的说看见它就看见了巴蜀文化。然而，更令人惊讶的发现还在后面。神秘国宝现身。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附近的砖厂烟囱依然冒着滚滚浓烟，工人们有的制坯，有的和泥，有的装车，有的挖土，都正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从坑中取土的工人杨远红、刘光才等也正干得起劲。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一些亮晶晶的东西从土中溅起。啊，是玉！一位工人惊叫起来。旁边的人一听都跑来围观，原来是一根长40厘米的玉章被挖碎了。见土里出了这样的宝贝，工人们都群情激动起来，纷纷到坑里去挖。又有10几件玉石器出土了，但都被工人们哄抢一光。此时，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队员正在整理上半年的发掘资料闻讯。队长陈德安等人马上赶到现场，当即封闭了这个埋藏点，并向当地群众宣传国家的文物政策。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10几件玉石器都完整的收回了。与此同时，发掘队又电告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后来证明，工人们发现玉石器的地方正是后来被称为1号G4坑的一角。从7月20日到8月14日，他们共开出6个5米乘以5米的探方进行发掘。7月26日，发掘队找到了坑口，发现坑的4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东南壁的正中及东北、西南两壁东南侧各有一条坑道向外延伸。坑道及坑内均填有黄褐色的五花土，相当坚硬，显然是经过层层夯实了的。1986年7月30日凌晨，人们睡梦正酣的时候，三星堆发掘工地上的电灯在空旷的田野中显得格外明亮，周围是那么安静，只听见队员们拿着手铲、竹签工作的声音。2点30分，奇迹出现了。那是一小节黄色的物体，它像出示眼前的这个世界似的，只微微探出点头。但就这微微一探头，已引起了正在工作的发掘队员的注意。他们仿佛都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但谁也没说话，只交换了一下眼光，就继续用竹签踢去泥土，用毛刷将浮土清理掉。只见那黄色的物体越来越长，弯弯曲曲地伸向骨渣里。从那黄灿灿的颜色来看，这件物体无疑是黄金，但它到底是什么呢？没人能说清楚，但它肯定是件重要文物，一定要保证其安全。于是发掘人员兵分3路，一路到成都向领导及时汇报这一重大发现，一路向广汉县政府请求支援，一路则继续发掘清理，同时严密封锁消息。东方预晓的时候，县武警中队的战士们和当地派出所的民警，一些民兵就赶到了现场，负责起保卫工作。与此同时，金黄的物体也渐渐露出其真面目来。原来，这是一根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的金杖，其上端还有一段46厘米长的平雕图案，雕有2个前后对称带5尺高冠的人头，以及2背相对的双鱼和双鸟。内侧则存有碳化的木痕。距杖首约20厘米的地方，还发现一个穿孔的铜龙头事件。由此，发掘队员推测此杖原为一柄金皮木心铜龙头杖。伴随着金杖的发现，一大批异彩纷呈的文物相继出土：金面罩、金虎形式、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龙、虎、青铜雷、尊、盘、玉章、玉凿、象牙、
发掘人员虽然早有发现重要文物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惊得目瞪口呆。这个长约4.5米、宽3米、深1.5米的土坑，共出土各类遗物400件之多。令人惊奇的是，此坑定为1号坑，发现不久，1986年8月14日下午6点，砖厂工人杨永成、温烈元在距他西北约30米的地方取土时，又发现了2号坑。当发掘队闻讯赶到时，一件青铜面具已露出了脸，他们立即将其掩盖回填，并再次向上级部门汇报请示。1星期后，对2号坑的抢救性发掘又开始了。接连不断的重大发现令发掘队员兴奋不已，但接连不断的紧张工作也令他们疲惫不堪。他们实在太累了，有的一坐下来就会睡着，有的甚至倒在坑边就睡着了。但只要醒着，他们就是那样专心致志，一丝不苟。为了不遗漏哪怕一块陶片，他们将坑中的填土都一点点敲碎，用筛子细细筛过。30多个昼夜过去了，发掘队员惊异地发现自己再次置身于宝库之中，而这个宝库中的宝贝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几十枚象牙纵横其间，一尊尊头像，一件件面具，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造型各异的青铜鸡、青铜蛇，罕见奇特的青铜神树，一闪光的金树叶、金鱼、金面罩，仅青铜器就有439件，玉石器131件。2个坑的发现，对中国考古界乃至世界考古界恰如万里无云的晴空响起了2声霹雳，对人们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3星堆遗址2个坑出土的众多文物中，青铜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是用于祭祀、礼仪性的宴会和用作随葬品的青铜礼品；二是青铜雕像。器物坑中还有一种奇怪的青铜器是铜树，有专家称之为是具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通高3.9米，由树座、主干和3层树枝组成，体型高大，装饰华丽。树下为圆环形底盘，用3叉支架交汇成为一个山形树座，座上绘满云气纹。挺拔的树干分为3层，每层3枝，每枝上立一鸟。每枝树枝的枝端各有一颗似桃状的华果，3层枝干中又各有一枝分为2圈，结2果，共12颗果实，9只飞鸟。树座之下又有3个跪拜的人像，背朝树干，面向前方，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桐树的神圣感。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它可能是四川地区在秦汉以后兴起的摇钱树的前身。除了青铜礼器以外，2个坑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雕像。这些青铜雕像主要有2类，一为人物像，一为动植物像。在2号坑出土的青铜雕像中，人头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大大小小共有41件之多，形态亦各不相同，有的平顶，有的圆顶，有的戴冠，有的无帽，有的将发辫盘于头顶，有的将头发梳向脑后，上端扎束，似是发髻、簪子，下端编橙子，垂至颈部，又有的将头发向后梳理，并是蝴蝶形花髻。耳朵虽都有圆孔，但孔的个数或1或2或3，也有所不同。2号坑的人面像共有15件，均为半圆形，尤以3件造型最为奇特，他们的眼球都明显突出眼眶，有的直径13.5厘米，竟然突出眼眶16.5厘米，而目、眼球突出部分的中间还有一个圆桌形的箍。这件人面像不止眼睛，许多地方都明显的与众不同。它形状较大，高65厘米，宽达138厘米，鹰钩鼻子，鼻翼最宽处达21.5厘米，鼻尖突出脸面也达21.5厘米。双耳极大，耳尖似桃尖，斜着向上伸出，大嘴巴。与许多人像嘴角下钩不同，它的嘴角上翘接近耳根，而且面相上还有5个方孔，左右两侧上下各一个，眉宇中间一个，眉宇中间的那个最大，为10.4厘米乘5.8厘米。由此，研究人员推测该面具可能是附在某建筑物或图腾柱上的。这件青铜面具因布而奇特的造型，尤其那对长长突出的眼球，不由人想起《华阳国志·蜀志》中的有关记载，有蜀后蚕丛，其目纵，史称王。民国邛崃县志卷2一云：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伪造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言蚕丛之象。
蚕丛乃传说中古属诸先王中的第一个，但它更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所有这些青铜雕像的蓦然出现，给史学界打了一针兴奋剂。在世界上古美术史体系中，学界一般认为，只有埃及和古希腊才有真人大小的青铜人雕像、真人头部大小的人头雕像和真人面部大小的黄金面罩。如埃及古王国第6王朝的法老比匹及其幼子雕像，距今约4300多年；古希腊的德尔菲铜像距今约2500年。而现在，在中国的大西南，在所谓的蛮夷之域，不仅发现了类似的雕像，而且数量是如此之多，品种是如此之丰，其铸造年代比著名的德尔菲铜像还要早出500多年。